这是父亲药方里最重要的主药，也是林家掏空到底也买不起的救命药。拼了！家里不能再死人了，我是长子，必须撑起来。有了它，爹的病能稳住，再采些药，能换些秦莲。传说山脉深处有吃人的凶兽，还有能飞天遁地的修炼者，凡人进去九死一生，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娘该担心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凤儿回来了，没遇到危险吧？爹，我采到紫云草了。王钟荣说了，有这味主药，您的病就能好起来。可是，王郎中的诊费，还有配其他药的钱。娘，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我明天一早就进山，再多采些药材，一定能凑够。修炼者。完了，要死在这里了。拿到他，爹就有救了。仙家宝贝，这绝对是仙家宝贝。那个修炼者没死透，不能再带了。吃还是不吃？修炼者的东西万一有毒怎么办？可是不吃，我根本撑不到下山。赌一把。这就是丹药。这又是什么？看来只是个普通的器皿。风儿，是你吗？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呀，你的衣服怎么破了？身上还有血。娘，我没事儿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皮外伤已经好了。你看我好好的。没采到药就算了，人平安回来就好。你爹今天又渴得厉害了些。娘，你看这个。这是我今天在山里遇到一个游方老郎中，他看我心诚，又知道爹病重，便宜卖给我的祖传秘药，说是对爹的咳病有奇效。老郎中，这药很贵吧？咱们哪来的钱？娘，救命要紧，那老郎中是好人，没药多贵。爹都快不行了，试试吧，求您了。他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舒坦，
好多，胸口没那么闷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好了，风儿，这药真是太神了。娘，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。那老郎中交代，这药来路不凡，怕惹麻烦。妈晓得，绝不对外说半个字。力量，那就是修炼者的力量。如果我也能拥有那样的力量，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家人温饱，再也不用被人欺辱？引天地灵气，汇于丹田。除了冷风，什么都感受不到。难道我根本没有修仙资质？难道真的不行吗？那天握着这个小鼎的时候，好像感觉不一样，会不会跟他有关？来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真的有灵气。我成功了，我真的引气入体了。原来真正的宝贝是这个看似破烂的家伙。这条仙路，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，不管多难，我都要走下去。50年份的黄金，这可是值钱的好东西。小林啊，最近运气不错呀，找到的都是好货色。可能是开春了，山里的好东西都冒出来了吧？碰巧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这就是力量带来的好处。只要我继续修炼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听说林家小子最近发达了，天天往镇上跑，还买肉吃。是啊，运气也太好了点，不会是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吧？哎，林峰小子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呀？听说你找到好门路了，跟叔说说，有财一起发嘛。张叔说笑了。我就是运气好，多采了几株普通草药。普通草药，让叔看看是什么好货色。躲什么？心里有鬼？张叔，真没什么，就这点东西，您拿回去泡酒喝。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修炼带来的好处越多，盯着我的人就越多，这绝不是最后一次。改善生活固然可喜，但这方寸之地终究不是久留之所了。张屠户那贪婪的眼神，还有村里的流言，像根刺扎在我心里。林峰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张叔，有事？少给我装傻！老子打听过了，镇上回春堂收的好货都是你送的。说，你到底在黑云山在哪儿发了财？敢吃毒食，信不信老子废了你！张叔，回春堂掌柜是看我家困难，可怜我，给的价钱公道了些。我真没找到发财的地方，就是拼命往深山里走，差点被狼叼去。才多采了点普通药材，您要不信，明天跟我进山看看。是啊，黑云山深处多危险，林家小子这是拿命换钱呐！放屁！
老子看你就是藏着好东西，搜，给老子搜搜他家！你敢！小兔崽子，完了你了！还敢躲！一起上，给我揍他！山上那个青衣修士，他找来了。张叔，那是山神发怒吧？我看今天不宜动粗，你们还是请回吧。算你小子走运，我们走。刚才那一刻，我离死亡只有一线之远。怀璧其罪，这才是真正的怀璧其罪。刚才那神念扫过，把我的吸血彻底浇灭了。仙凡之别，真的是天堑啊！离开，必须尽快离开，这里再也不安全了。风儿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张屠户他们，还有我怎么感觉那么心慌，像被什么盯着一样？是不是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爹娘，刚才来的不是山神，也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是修仙者。修仙者？我上次进山采药，遇到2个修仙者在争斗，差点死了。我捡到了一点他们掉落的丹药，就是救了爹的那颗。刚才那个动静，恐怕是其中一个没死，找过来了。爹，娘，我必须走，我留下来只会带来灭顶之灾。只有我离开，你们和小丫才能安全。走！你要去哪儿？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活啊？娘，我有办法。我认识几种之前的药材，也知道大概去哪找。而且我好像有一点修炼资质了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能保护自己。走吧，娃儿，爹没本事，护不住你。他爹！让孩子走！你想看那些修炼者把家拆了吗？想让小丫也跟着遭殃吗？爹娘，你们保重。等我安顿好，定接你们。小丫，照顾好爹娘。不敢走官道，只能在荒野穿行了。来吧。我赢了，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狼群。
山的另一边会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云雾坊是吗？新来的，入坊室交一块下品灵石，没有灵石10两黄金，或者等值的药材、矿石也行。老仙师，您看这个行吗？50年份左右的黄金，品相还行。第一块下品灵石够了，拿好，这是你的临时身份牌，能在坊城里待1个月，丢了或者过期了，被执法队抓到，后果自负。多谢老仙师。这就是修真者的世界吗？赤血参10年份，只要3块灵石，玄铁钉金炼制飞剑的上好材料，快来看啊！这点引气入体的道行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必须尽快找落脚点，赚取灵石。第一步，先在这坊室活下去。肥羊上门了。行吧，这个洞府租你1个月，到期赶紧续费，不然直接扔出去。总算有个暂时落脚的地方了。几10个铜板，几张狼皮，2株普通药材，还有小鼎和玉片。穷，太穷了。这点东西，连下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，靠卖原材料赚不到钱。要是能自己炼丹就好了，可最便宜的丹炉也要几10灵石，我根本买不起。这莫非是哪个穷困修士遗弃的劣质丹炉？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吧。有效，真的有效！一定要成功啊！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！小子，行啊，躲在这儿偷偷摸摸弄好东西，见者有份，拿出来给哥们儿瞧瞧。麻烦还是来了。小子，手里藏了什么好东西？乖乖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实力差距太大了，应聘必死无疑。他们只盯着药粉和瓦罐，没发现小鼎。几位大哥，小的就是瞎捣鼓点药粉，混口饭吃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这些也归我们了，以后在这儿给我们制药，少不了你一口饭吃。使不得啊，大哥，这制药的法子邪门，容易招大祸。什么意思？几位大哥有所不知，小的祖上传下这手艺，需要特殊的阴火催动，每次制药都会沾染一丝阴煞之气，用的多了，轻则霉运缠身，重则可能引来之前扫过咱们坊室的那种恐怖神念探查呀！你们看，这痕迹是不是有点邪门？上次我不小心弄多了一点，晚上就做噩梦，感觉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似的。算你小子走运，老子今天心情好，饶你一命。
以后招子放亮点儿。好险，总算唬住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他们肯定还会回来。这宝贝居然还能这么用，不仅能提升药材品质，还能自动提纯。必须尽快卖掉它，换武器买丹药，提升实力。唯有实力，才能在这吃人的地方站稳脚跟。这药粉价值不菲，我一个穷小子拿出来，无异于小儿吃惊过世。小友想看些什么？老张，这凝血草怎么卖？这凝血草直接卖真是不值钱，要是能炼成止血散就好了。炼丹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丹炉丹火昂贵，光是控火诀、丹方和手法，就不是我等散俗能轻易掌握的。小友也对炼丹感兴趣？小子就是好奇。老张，您见多识广，请问，若有人能炼出品质好点的止血散，大概能值多少灵石？寻常下品止血散大概2块灵石一瓶，若是品质好些、药效纯净的，或许能卖到3块甚至4块灵石。怎么，小友有门路？小友，这止血散你是从何处得来？不瞒老张，这是小子家传的一点手艺，只是所需材料特殊，成功率极低。唉，耗尽家财才得了这么一点儿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才想拿来换些灵石度日。纯净，太纯净了，几乎不含杂质。这药效恐怕比市面上最好的止血散还要强上3分。小友怀璧其罪啊！这等品质的药粉，你就不怕老夫起歹意？老丈细度不凡，小子也是观察良久才敢上前。若是老丈也存了歹心，那这访事，小子真不知该信谁了。滑头的小子，罢了，老夫姓周，在这云雾坊市摆摊几10年，图的就是个心安。你这药粉确实是好东西，这样，老夫也不占你便宜，给你5块下品灵石，如何？多谢周老，就按您说的价。周老，您刚才说炼丹需要控火诀和丹方，这些哪里能学到？难啊，好的控火诀和丹方都掌握在各大宗门和修仙家族手里，流传出来的都是最基础的大路货。坊市东头有个万象书屋，里面有些杂书玉简，或许有最基础的引火术和常见草药图图。至于丹方，那就更罕见了。小友，听老夫一句劝，你这制药手艺，偶尔换点灵石应急就好，切勿轻易显露。真正想靠炼丹立足，难呐。多谢周老提醒，小子记住了。5块灵石，转眼就只剩这点了。修炼之路，果然处处都要烧钱。有了引火术，有了丹药辅助，再加上小鼎，我一定能走通这条炼丹之路。见过丹师大人。刚才这里是不是出现过品质极佳的止血散？只剩下最后1块灵石了，下个月租金都成问题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成功了！我终于学会引火术了。我正式稳固在炼气期1层了，
真正踏入修仙的门槛了。是时候真正尝试炼丹了。一边控制火候，一边引导小鼎的力量，一心二用太难了。成功了，我终于摸到炼丹的门槛了。谁？小友，是老周。小友，你今日卖药粉之事惹来了麻烦，丹鼎阁的人正在打听你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走。多谢周老，请稍等片刻。步伐沉稳，气息绵长。他不止炼气3层。进来吧。这里是我早年置办的落脚点，平时让阿坤看着，还算清静。丹鼎阁的人一般不会查到这里。林峰，多谢周老援手之恩。不必多礼，老夫也是看你不像奸恶之辈，又有那么点特殊手艺，不忍心看你被丹鼎阁那帮人盯上。他们垄断仿式丹药生意久了，最见不得散修手里流出好东西。小友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那药粉真是你家传手艺？不敢隐瞒周老，家传手艺不假，但需要一件祖上传下的特殊器物辅助，极其耗神，而且无法连续使用，成功率很低，否则家里也不会败落至此。原来如此，那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一直躲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先想办法提升修为，再看看能不能靠那手艺偶尔换点修炼资源。你这手艺偶尔拿出1、2次精品还好，次数多了难免惹人眼红。老夫建议你不如换个思路。请周老指点。坊市里最缺的不是成品丹药，而是优质药材。你若那器物针对药材有奇效，不如专注提存药材。很多炼丹师为了成丹率和品质，愿意高价收购药性纯净的原材料，这样风险小很多，也不容易直接得罪丹鼎阁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提纯药材风险小得多，小鼎的效果也更稳定。多谢周老指点迷津。这间屋子你暂时住着，租金就用你下次提纯出的药材抵吧。记住，量少而精，细水长流。总算有了个避风网，也明确了方向。提纯药材，换取资源，提升修为。陈叔叔，弟子查过了，那批极品止血散的气息最后消失在北区陋巷附近，但具体位置难以锁定。售卖者是个面生的小子，修为极低，似乎被周老头带走了。周福山那个老油条，继续查，那种提纯手法绝不简单，要么找到那小子，要么盯紧周老头，说不定是条意外的大鱼。丹鼎阁的威胁还在，周老的目的不明，阿坤也透着危险，实力还是实力不够。这聚气丹虽然劣质，
但有小鼎在，效果竟也还不错。接下来试试周老说的提纯药材。成功了，真的可以！好纯的药香，哪儿来的？变动又出现了，虽然微弱，但那种纯净感不会错。看来小鱼儿开始不安分了。咦，这凝血草药性如此纯净，小兄弟，你这药材从何而来？是家里长辈偶尔在山中灵气浓郁处采到的，特意嘱咐我来换些灵石。这样，我出10块下品灵石，2株都要了。总感觉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，是错觉吗？身上，困死老子了！是谁？丹顶阁的人，白天被盯上了。阿坤真的是巧合吗？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？阿坤绝对不简单，恐怕不止炼气初期的修为。哟，小友起得挺早，尝尝访视东头老李家的灵脉馒头，味道不错。周老，昨晚睡得可好？老了，觉少。怎么，小友昨晚没休息好？托周老的福，差点就长睡不醒了。唉。你发现了？有人摸到我门口，若不是阿坤大哥恰好起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周老，您救我于前，又给我安身之所，晚辈感激不尽。但请您直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庇护所，还是钓鱼的饵？您和阿坤大哥又到底是什么人？老夫周福海确实只是个在云雾坊市混迹多年的老散修，阿坤算是我的子侄辈，修为嘛炼气5层，负责帮我处理杂事，也护我安全。果然隐藏了修为。昨晚那人应该是黑煞帮的人，一群在坊市底层敲诈勒索的败类。他们盯上了你前日售卖药材漏了财。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这里虽然偏僻，但并非完全隐秘。你前日回来时，恐怕就被盯梢了。是老夫考虑不周。那丹顶阁？丹顶阁才是真正的麻烦。你那药粉的纯净度引起了一位炼丹师的兴趣，他们现在主要在排查我，暂时还没完全锁定你，但找到这里是迟早的事。周老，您为何要帮我？晚辈身无长物，不值得您得罪丹顶阁。小友，我看人还算准，你心性坚韧，懂隐忍，这是一笔投资，雪中送炭胜过锦上花。
老夫不过是个炼气6层的老散修，大道无望。但若能结个善缘，将来或许……那晚辈接下来该如何做？黑煞帮不过是借紧之机，让阿坤去警告一下就行。麻烦的是丹顶阁，你不能再亲自出售药材了，以后交给老夫，通过隐蔽渠道出手，我抽1成利作为报酬和安全保障，如何？全凭周老安排。好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实力，至少要达到炼气3层，才有几分自保之力。资源方面，老夫会尽力为你提供。黑煞帮那几个杂毛的赔礼。这批药材品质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契机到了。终于，炼气3层了。妙啊！这就是青神术。驱雾术果然最难，还得多加练习。小友，进展如何？托周老的福，刚突破到炼气3层。但是情况不对，丹顶阁排查力度突然加大，还动用了特殊追踪法器，对高纯度灵气间动异常敏感。最近好几个散修都被扣押了。特殊的追踪法器，据说对高纯度的灵气波动异常敏感。你最近提纯药材时，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每次提纯时确实有股清凉气息，但极其微弱，我以为只有自己能感知。果然如此，那追踪法器对这类波动最明免，恐怕你的位置已经暴露了。周老，别慌，定位需要时间，方士人杂未必能找到，此地绝不能待。阿坤，在。你立刻带林峰从密道离开，去狡兔三丘的椅子号点暂避。我留下来布置一下，看能不能误导他们。跟我来。下去，直走，别回头。别用灵力，收敛所有气息。跟我脚步声走。这里暂时安全，食物和水屋里有，老爷子处理完会过来。在他来之前，绝对不能再动用提炼药材的手段，记住，是绝对。不能提纯就断了灵石来源，必须弄清楚小鼎的波动，找到隐藏的方法。如果催动小鼎时，同时全力运转功法，再加上防御符箓的护罩，能不能隔绝波动？成了，波动被极大削弱了，几乎难以察觉。只要修为提升，自身的屏障会更强，必须尽快修炼。走。叔叔，屋内人去楼空，只剩下一个破旧瓦罐。跑！
好了，哼，看你能躲到几时！把这里盯死，周福海那个老东西一并盯紧。这里虽然破败，但足够隐蔽。每日除了修炼，就是练习隐藏小鼎的边洞。终于找到了平衡点。现在短时间催动小鼎，散逸的边洞几乎可以忽略之下。怎么回事？这小鼎竟然还能直接提纯灵石内的灵气，效果堪比好几颗提纯过的运气丹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。有了这个能力，我的修炼速度将会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。谁？是我，周福海。炼气3层巅峰，小友，你这修炼速度未免也太……周老，外面情况如何？情况不妙，丹顶阁像疯了一样，搜查越来越紧，已有散修失踪，这里恐怕不再安全了。小友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云雾坊市。离开云雾坊市？没错，丹顶阁动了真格。惊动了闭关的筑基长老，再待下去，迟早被挖出来。可是，坊市出口必然被严密监控，我们如何能逃出去？正常途径肯定不行，我们必须制造混乱，趁乱离开。这是熔火丹。威力极大，火毒能干扰神识探查。今夜子时，3枚同报，走水路去隐秘渡口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，保持最佳状态。子时之前，阿坤会来接你。这是渡口地图和信物，收好。万一失散，自行前往。今夜是决定生死的一夜。穿上，遮掩气息。爆炸了！是丹顶阁的方向，快跑啊！走！封锁所有出口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绝不止炼气5层，前行能力太恐怖了。这边，坤爷、李小河，快上船！别放松，最危险的一段还没到。前方船只，立刻停下检查。是丹顶阁的巡河队，他们没被完全调开。加速！3星连珠，找死！给我挡！就是现在，进支流！
反应不错。金刚符可惜，但值得。吓死老鼠了！接下来怎么走？弃船，进山。小心！看这边！此地不宜久留，血腥味会引来其他东西，快处理！一级中阶妖兽的材料能换不少灵石，肉也能充饥，赶紧走！不好，追来了，是丹种阁的追踪高手，分开走，你往东翻山，古道往南，全部往西。坤爷，林少火保重！活着到清源城。血迹未干，刚走不久，分头追。你追北边那个，我去追东边的炼气3层小杂鱼。炼气7层，硬拼必死，必须利用环境。小老鼠倒是会找地方。哼，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，乖乖出来，给你个痛快！给我爆！啊！小可爱，你找死！我饶不了你！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储物袋，是那个修士的储物袋。发财了！有了这些，我一定能到清源城。有了储物袋里的资源，日子总算不那么捉襟见肘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。图甲术终于小成了，比我自己琢磨的灵力护正强太多了。引火术也越来越熟练了。现在该试试安全替换灵石了。成功了！双重隔绝下，波动几乎可以忽略响应。那炼气7层的修士，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么个无用之物？古宝剑、残篇衣、鉴别古宝的秘术，无价之宝，这绝对是无价之宝。那修士自己都没参透。这是先天道纹，
小鼎竟然是一件上古古宝。有效，温阳法门真的有效，我终于能慢慢揭开小鼎的秘密了。奇怪，方才似乎有一丝极其微弱的先天道纹波动，错觉吗？每日温养虽然消耗巨大，但我和小鼎的联系越来越深了。停存效率提升了，而且小鼎竟然能自行吸纳灵气，像个微型聚灵阵。终于炼气4层啦！师兄，这出生防御太强了，我们的攻击破不开。结3才剑阵，攻他眼睛和腹部。这玉佩和母亲珍藏的那枚祖传信物几乎一模一样，怎么会在他们身上？不好，是妖术，快退！闪开！孽畜，看这里！就是现在，攻他眼睛！在下古剑宗外门弟子张云，多谢道友出手相助，不知道友尊姓大名？师兄，他法术杂乱，根本不是宗门弟子，刚才躲在暗处窥视，现在才出手，肯定是想抢青灵溪的材料。我为何出手？你们不必知道。那枚玉佩，可否借我一观？此乃我古剑宗弟子信物，道友这是何意？道友，你出手相助，张某感激。但这玉佩乃我宗门信物，却不便交由外人查看，还请道友表明身份和来意，以免误会。我并非觊觎妖兽材料，只因那玉佩似我家旧物。我乃散修林峰，祖上曾传下一枚残玉，家母对此物极为珍视，常睹物思人。今日偶见阁下玉佩，心中震动，故而冒昧想求证一番，绝无他意。师兄，别信他，散修狡诈，定是编造故事，想套近乎图谋什么。张师兄，他刚才确实救了我。林道友，你且看仔细了，此玉佩乃我古剑宗外门弟子身份凭证，上有宗门云纹标记和古字，你家中那枚果真与此类似？形制与云纹，确有7、8分相似。只是我家那枚并无字样，且破损严重。敢问张道友，贵宗这玉佩可有何特殊来历或说法？此玉佩乃宗门统一炼制发放，具体来历，并非我等外门弟子所能知晓。今日多谢道友出手，这青灵溪的材料可分道友一份，也算聊表谢意。分内之事不足挂齿，材料就不必了。既然道友不便多言，在下也不强求。告辞。师兄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不然如何？若有歹意，趁刚才偷袭，岂不更好？何必多此一举？他只是对玉佩好奇罢了。可是那玉佩……好了，此事不必再提，赶紧处理妖兽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宗门玉佩的样式确实流传不广，一个散修家中，怎会有类似之物？难道真与宗门某位流落在外的前辈有关？古剑宗云纹玉佩，母亲从未提过与修仙有关，是家族早已没落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无论如何，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等将来实力强大了，可以去古剑宗探寻一番。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，安全抵达清源城。有情况。罢了。
修士，炼气4层，滚，或者死！小子，少管闲事！就凭你一个炼气4层，也想学人英雄救美？兄弟们，先宰了这多管闲事的！点子扎手，风金撤快！想走？多谢仙师救命之恩。在下清源城苏文远，多谢仙师仗义相救。若非仙师，我苏家今日便要绝于此处了。路过而已，不必客气。你们是去清源城？正是。仙师也是要去清源城吗？途中恐不太平，恳请仙师与我等同行。苏某愿重重酬谢。可以，酬谢不必。路上若有宵小，我自会出手。苏仙何道啊？林仙师年纪轻轻便有如此修为，真是令人钦佩。不知仙师去青鱼城是访友还是游历至此，想去青云城见识一见。不知青云城情况如何？可比云雾坊市繁华。仙师是从云雾坊市来的，那地方鱼龙混杂。清源城由3大家族掌管，规矩森严，安全有序，修炼资源也更为丰富。说起来，仙师去的正是时候，再过2月便是升仙大会，届时几个宗门都会来招收弟子，这可是难得的盛事。升仙大会，宗门招收弟子，古剑宗会来吗？林仙师，我们到了。这城墙能抵挡筑基后期修士的全力攻击，城内严禁私斗，安全无虞。城内布置了大型聚灵阵，灵气比外界充沛，越是靠近城中心，灵气越浓，房租也越贵。寒舍简陋，让仙师见笑了。林仙师一路辛苦，请在寒照稍作休息，晚间设宴为您接风。苏先生客气了，林某确需叨扰几日。仙师肯住下，是苏某的荣幸。终于到清源城了，这一路惊险万分，但也收获巨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备战2个月后的升仙大会，加入宗门才能走得更远。古剑宗会来吗？林仙师，薄酒一杯，不成敬意。林仙师，这是100灵石和运元丹，聊表谢意。仙师且在府中安心住下，城中情况也可代为介绍。多谢苏先生了，林某需要进修，只是房费。仙师这是哪里话？恩人只管安心住下，品质比周老给的还差些。不过有小鼎在，无所谓。此子看似年轻，但手段老辣，绝非普通散修。能结交一番，对我苏家大有裨益。吩咐下去，不得怠慢林仙师，尽量满足他一切要求。是，家主。